那日你落马昏迷，佳玉来找我，说让我对你公平一些。他虽不知道事情的全貌，却也能看出你的难处。我看着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他对你也有心。谢佳玉本性纯善，但他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那又如何？纵然是别人手中的纸鸢，你若喜欢，争取一下又如何？更何况现在这个县在你手里，论名分，你不输任何人。阿娘是让我去抢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争抢一下又如何？可我答应过云昭郡主，要给谢佳玉选择的自由。你见过云昭郡主了？我为了自己要走的路，已经拖萧家下水了。我不想再连累旁人。夫人，我钓了条大鱼，你儿子不行啊，半条都没钓到。哎，你爹呀，真的生性调皮。来，我跟你再满上。好，那我也。此次比试所赢的3州之一的越州，就是我夫君的战死之地。阿紫，你这些话我都听了3遍了。我高兴啊！若他在天有灵，知道越州重回大业，他一定很开心。阿紫，那你夫君他长得英俊吗？那当然，不然为什么我偏偏挑中他？当时他可是连聘礼都拿不出来。你家那位先生英俊吗？对呀，英俊吗？明白了。哎，那你要这么想的话，小吴也好惨啊！打仗打得那么厉害，但他成了3次婚，没有一个人要他。哎，来了。说他这个人啊，他脾气不行。我们玩水去。其实人本性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脾气太冲。谢佳玉，你刚刚说我什么？阿紫，那个我也去玩水。好，特别好，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李乐君的新八字。不管从北秦还是南叶的历法星宿上来看，他和鹰王的八字都是大凶之兆。把这个换入玉蝶，希望能帮到他吧。好啊，谢谢。我只成过1次婚，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啊？我脾气就是很臭。啊？哦不，哎，让鸿胪寺重新梳理和谈条陈，除了3州之地，看看还有没有谈判空间。鹰王不过是想争一口气。鹰王一直想要精铁冶炼之术，甚至愿意以800匹宝驹相换。这条免谈。说吧。说什么？骂我的话呀？你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吗？的确憋了一肚子话，想要骂你的，但看你一脑门官司，算了。阿茂怎么说？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让李乐君和亲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。阿茂和乐君相依为命，他理应如此。但对于你萧无一来说，确保和谈顺利，给北府改制留出时间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哪怕你知道乐君会遭遇什么，
好吧。就这样。我原以为你会与我争执，骂我骗子、冷血、禽兽不如。萧无意，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不讲理啊？难道你以前跟我很讲道理吗？你已经给乐君换了8字玉蝶了，能做的你都做了。今日始作俑者是鹰王，你只是承担选择之人，这怪不到你身上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听人这么说，觉得新鲜。不过，我还是会阻止这件事情。若乐君是从小娇养的公主，受百姓衣食供奉，那她如今担起这天下的责任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可她不是。齐州沦陷，阿茂和乐君一路逃亡，来到健康，陛下和太后可曾有一日管过他们？空有宗室身份，过得却还不如普通的百姓。为了维持家计，乐君从小就给别人抄书、做针线。他身子骨本来就弱，若不是我阿母会些医术，发现乐君患有旧疾，他险些就活不下来。这不是好人该有的下场。你打算怎么阻止？你放心，我的法子与你的天下无关。做你的朋友，挺幸运。你忘了，你也是我的朋友。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都办妥了？按照女郎的吩咐，东西已经交到鹰王手上。好，一会儿要是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去南街书房给袁家阿紫买书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尤其不能让萧无意知道。你干嘛？去哪儿？先去南街书房帮袁家阿紫买书，再到仁和堂帮蕊上阿紫取刚进的决明子，然后再去杏花楼给子期买薄荷糖糕。你呢？你要去哪儿？进宫，继续商讨和北庭的和谈协议。哦，那您先请，您先请，还是您的事情比较重要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我没和鹰王交易铸铁术，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真没出卖咱大业，虽然我平时是有点不着调吧，但我不至于一点调都不着吧？行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行了吧？鹰王已经答应我了，用铸铁术换回乐君的自由，行了吗？你到底在气什么呀？我都说了我没出卖铸铁术，我卖的是妙手器具。这是何意？殿下可曾听说过妙手之名？没听说过。这本《累次天机谱》记载了妙手，也就是我所设计改良的所有农具。殿下且观这踏离引水术，以屈原代替直原，配风扇3盏，纵是漠北简土，日拓100亩，易如反掌。哦，此龙骨翻车、暗河考功记水稻篇，可省去大量人力。便是8十老妪驾子期开荒，上耕70余亩。还有这侧羽童仪，凤会装了硝石，尾羽嵌了丝楠，地动前3日，必现青烟。漠南种田高粱，阴山植寒地桑，再辅以代耕架铁木轮，此业即盐碱地化良田之术。殿下舍得任其成灰？哎，你这放心，都记在我脑海里了。这北秦虽占领上京，但却善游牧，不善农耕。去年冻毙牛羊3万头，这田里收成也不乐观，国库没有存粮，这北秦百姓着实过了一个苦冬啊。不过
过如今，我可以帮你打破掣肘，只要你放过李乐君。这蕾丝天机谱中的所有器具，我都可以赠予你，如何？这些当真是你发明的？妙手，如假包换。我知道金铁技术是北府兵武器精良的根基，我只是拿这个来吸引鹰王和我相见而已嘛。萧无意，我跟你说，我发誓，如果我真的拿金铁冶炼技术出卖给鹰王，就叫我日后出了健康，我再被人贩子拐了，而且是不是欠收拾？能不能有点忌讳？我就是表达一下我对大业的忠心嘛。你根本不懂我在气什么。那你倒是说呀！你就不该在鹰王面前展现你的能力。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被鹰王盯上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不要去游历天下吗？即使我在北京，鞭长莫及，但凡有一点收拢大业，哪怕是一个契机，他都可以把你抓去北京。到时候你叫天天不应，就你这点胆量，小命被他捏在手里，他让你做什么你不做？那我还有阿茂呢，他也能保护我。是有人保护你，是我背操了这份信息。某人说要给你造一把天下无双的宝剑，要削铁如泥，要刀剑合一，还要比鹰王的龙雀宝刀强100倍，让我教他金铁冶炼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呀。不早说。谢家雨呢？女郎白日出府后就没再回过文生园。坏了！也不至于我凶你两句你就哭吧？你差点暴露我军中机密，我还没同你算账呢。你动了我的仕女图？你堂堂北府将军，建安王世子，表面上一副不近女色，实际上你却偷偷藏仕女图，你丧心病狂。啊，关你何事？我是替你未来的心上人谴责你。若真有此人，让他自己来。等等，人遇刀剑，长短形制，难道不需要参考执剑者的身形臂长吗？这般潦草，到底用心与否？你怎么要求这么多呀？妙手就是这么做生意的。你是收礼的，还这么挑剔？我这人便是如此，收礼要收到心坎上，不然你就别送。伸手。我这没有纸。
心动只值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冥冥之中的线，已相连，共赴岁月，唯美的安宁住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。你的发带用处可真多。是，还能杀人呢。你若不想被鹰王拐去北京做苦工，跟演员练轻功的时候就别再偷懒了。遇到危险，至少还能跑。天大地大，即便是你一个人，也哪儿都能去。北秦太后也在这次来的使团之中。她与鹰王的利益不同，从她入手解决和亲更容易些。但在和谈结束，鹰王离开健康之前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啰嗦死了，跟我阿母似的。我想见阿茂。好，我来跟他说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是不是在你们的大局之下，所有事都可以被权衡，而被权衡过后，受伤害的、被牺牲的，永远只有我们。我、乐君、袁吉、阿紫，我阿母，我们所有人的婚姻，只有算计和利用，没有人在乎真心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是会为了粮草同意娶合适之女，还是会为了逼长沙王求太后赐婚，还是会把乐君放在一切考量的最后？这就是你，萧无疑。不只是你，阿茂也变了，他已经开始选妃了，他决定留下。却没有告诉我，我明明知道，却还在这里，为了乐君的婚事与你争执不休。你一定在心里嘲笑我吧？你说的没错，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如此，但我永远不会嘲笑你。我对权衡厌烦透顶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让乐君和我一样。